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五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第6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开幕式并致辞，引起了论坛各方热议。观察认为，中国领导人的致辞务实全面，提振了各方共同应对挑战、共谋发展的信心，体现出中方的大国责任和格局。近年来，中俄双方合力抗击政治病毒，共同维护历史真相，并深入强化经贸合作。正如习近平在致辞所讲，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动力十足，前景广阔。习近平在第6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开幕式视频致辞中指出，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纪念日，国际社会应该坚定捍卫第2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维护历史真相，坚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今年6月，我同普京总统成功举行视频会晤，共同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就加强中俄战略协作和全方位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达成新的共识。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动力十足，前景广阔。东北亚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2020年，东北亚6国的经济总量已占全球27%。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指出，东北亚区域合作既面临严峻挑战，也面临重要机遇。为此，他提出了3点倡议：在应对疫情挑战方面相互助力，在推进互利合作方面持续发力，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形成合力。其中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合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100年华诞，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愿同各方一道努力，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向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稳步迈进。第6届东方经济论坛本周4至周6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论坛主题为世界变局背景下的远东新机遇。普京在论坛上还重点介绍了俄罗斯政府支持远东地区发展的措施。他表示，俄罗斯对亚太地区所有国家的互惠合作持开放态度，将在远东地区打造资本和经济中心。近年来，中俄远东合作成果喜人，中国已成为远东最大贸易伙伴国和外资来源国。有分析认为，在当前国际背景下，东方经济论坛透露出俄罗斯将经济发展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的信号。俄罗斯搞这个东方经济论坛实际上就是试图来吸引亚太的其他的国家对远东地区来进行这个投资合作，来发展它的远东地区。那么中俄在远东地区呢，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合作的潜力。因为远东地区它还是有一个比较光明的这个前景，发展的前景。那么中国有资金有技术，俄罗斯有需求，还是有一定的合作前景。除了经济合作，加强防疫合作及共同维护历史真相，也是中俄紧密合作关系的重要体现。中俄领导人都在论坛致辞中提及，反对将疫苗和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普京敦促不要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而要共同抗击疫情及其后果，这对全人类来说都极为重要。Истоки это правильно, только неправильно политизировать. Вот когда начинается политизация, тогда сразу понижается доверие к выводам, которые делают на основе политизированного подхода. Надо все эт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делать на основе объектив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А еще важнее,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сегодня, отбросив политизацию, вместе бороться за преодоление самой пандемии и ее последствий. Это чрезвычайно важно для всег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и в этой связи я бы хотел отметить вот что. 观察认为，在涉及重大国际议题方面，中国和俄罗斯具有高度互信和有效协调。同时，中俄也是国际合作抗疫、国际秩序发展的稳定器、推进器。这一次，习主席呢，在他的这个致辞中也是对中俄关系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比如说要求我们在这个抗疫方面，在经贸合作方面，以及在国际的战略协作方面呢，继续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我想这些年其实大家也都看到，在中俄关系上呢，中俄双方在这些领域也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那么我想未来还是有很大的继续合作的空间。那么我们对中俄关系的发展还是都是很有信心的。中俄还在共同维护历史真相方面加强协作。东宁要塞战役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战，是中俄人民并肩战斗的重要见证。
周五，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分别向东宁要塞博物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说，对于国际上开历史倒车的情形，中俄两国人民不会答应，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不会答应。拉夫罗夫说，俄中两国坚决谴责歪曲二战历史事实及成果的行为。当天，俄罗斯多地还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拉夫罗夫在致辞中也感谢中方悉心保护80多处苏联军人的军事纪念设施。现在国际上出现了一些开历史倒车的这样的行径比如说呢，一些人试图弱化或者说是否定中俄两国在这个二战中的作用和贡献。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大搞这个历史虚无主义。更有甚者，有一些人试图彻底的来推翻二战的历史的真相二战的这个中俄双方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胜果。那么我想这些势力呢，实际上都有它不可告人的这个秘密和目的。中俄双方有义务也有责任，并且呢，我想双方也有能力来共同的维护二战的胜果。我想这是对中俄两国的利益也好，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以及人类的共同利益都是很重要的。阿富汗塔利班新政府没有如外界传言所说在周五宣告成立，但所有将接受任命的高级官员都已抵达首都喀布尔。阿富汗新一届政府呼之欲出，能否真正实现万象更新？新政府推迟成立，显然是被潘杰希尔省的战事拖累，但阿塔已经誓言在未来几天夺取该省的控制权。法新社此前报道称，塔利班会在周五宣布阿富汗新政府架构，但周五当天并没有公布相关消息。负责传媒事务的阿富汗塔利班文化委员会副主任阿哈马杜拉·瓦希克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2到3天内会公布新的政府班子成员。امید چې ډېر ژر کابینه اعلان سي او حکومت اعلان سي د کابینه او د حکومت په اړه باندې مجالس پای ته رسیدلي دي او ډېر امید شته چې 2 ورځې کې د حکومت اعلان وشي او کابینه اعلان سي. د کابینه د اعلان د مراسمو لپاره تابع نیول شوې ده د راتلونکو خارجي مېلمنو لپاره او داخل افغانستان کې مېلمنو لپاره تابع نیول شوې ده او دا به ډېر شاندار مراسم وي。按照塔利班高级成员阿纳斯哈卡尼周二的说法，阿富汗民族团结政府的组建工作已经完成了90%至95%。综合各方消息，新政府下设25个部门，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将出任阿富汗最高领袖，主管政治事务的巴拉达尔将被任命为总统。塔利班创建领袖奥马尔的儿子雅各布将任国防部长。外界注意到，阿富汗民族团结政府并未照搬阿塔的领导班子。塔利班的管制核心是26人组成的议事机构领导委员会，但新政府内阁据称将超过26人，并择优录用原政府的高级官员。此外，还将成立一个12人的顾问委员会，其中一半职位由前政府的部长级以上官员出任，包括前总统卡尔扎伊、前外长阿特马尔和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等。一名匿名的塔利班官员透露，目前所有将在新政府中出任高层职位的人都已经抵达喀布尔等待任命，以及在未来6至8个月内讨论新的宪法。这个架构呢，看出呢，塔利班是想要组建一个包容的政府，包括一些过去的反对派，他都纳入其中。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关键的位置还是由塔利班来控制，这也是与目前阿富汗国内各派力量对比、客观现实所决定的。因为塔利班毕竟是掌控的阿富汗基本上全境，而且他代表的普什图族人也是在阿富汗是最大的民族，所以我想未来的政治架构可能会反映阿富汗这种客观现实的。针对外界高度关注的女性地位问题，阿塔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新政府不会有女性部长。但他强调，根据伊斯兰教法，女性将在包括警察和司法机关在内的政府各部门内出任助手职务，女性也可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阿塔高层哈希米此前强调，新政府不会执行西方的民主制，因为美国20年强加这一制度给阿富汗惨遭失败的教训证明，这在阿富汗没有基础。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周五对此表示认可。他指出，总结阿富汗陆安局以及西方其他类似干预行动，可以得出一个教训，即民主不能输出。
博雷利还认为，强行输出民主，最终只会导致西方价值观的溃败。阿富汗它和西方社会是截然不同的，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部落性的这个一个社会，另外它的宗教传统也非常浓厚，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西方的一套移植过来，肯定是行不通的。美国20年在阿富汗就想扶植这样一个政府，但是我们看到最后的结局是非常悲惨的，10天之内就垮了。所以说，任何一个政体想要移植过来，必须是符合当地的这个国情，符合当地的特点，才能够生根发芽。否则的话，只能是水土不服。目前，喀布尔的食品物价仍然高企，因此市民的消费意愿大大降低。有喀布尔市民对目前的局势平静表示满意，但希望政府能稳定物价和促进消费。首都喀布尔的一间清真寺举行周五祈祷，这是美军仓促撤离造成大混乱以来的首次重要宗教活动，有数百人出席。同日，喀布尔市还举行了板球比赛，数千名球迷入场观赛，打破了此前外界传言塔利班将禁止一切娱乐休闲活动的传言。现场有小贩售卖原先的阿富汗国旗，并未受到塔利班阻止。塔利班周四还批准阿富汗板球联盟前往澳大利亚参加国际板球对抗赛，这是阿富汗国家队首次赴澳大利亚比赛，也是塔利班批准的第一个出国比赛项目。阿富汗板球联盟执行长辛瓦里表示，板球运动非常受塔利班士兵的欢迎。阿富汗收回喀布尔机场控制权后，周四经过清点，阿富汗民航部门估算各项物资损失约合人民币3000万元，雷达和控制塔全部毁坏，候机厅也受到较大破坏。塔利班向卡塔尔求助，并借机表示新政府愿与卡塔尔缔结伙伴关系。卡塔尔先后派出3架航班运送技术人员及器材入场维修，并送来一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目前，喀布尔机场的大部分技术故障已经解决。周五，喀布尔至北部城市马扎里沙里夫的航线复航，这也是首条恢复运作的国内商业航班。国际商业航班暂未开通。喀布尔机场有望在24小时内开通人道主义走廊，以接受国际援助。阿富汗局势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周五，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伊朗新任外长阿卜杜拉希扬通电话，就阿富汗形势交换了意见。王毅表示，注意到阿富汗塔利班可能于近日宣布组建新政府，希望新政府能够体现开放、包容，与恐怖组织彻底切割。王毅还强调，美国虽从阿富汗撤出，但对阿富汗和平重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不应试图借助各种手段给阿富汗制造新的难题，更不应引发新的动荡，并损及周边邻国的正当权益。王毅表示，美方声称从阿富汗撤军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和俄罗斯，这既是为自身失败寻找借口，同时也再次暴露出企图在世界上继续推行强权政治的本质。美国如果不能真正汲取应有教训，彻底改弦更张，就势必在阿富汗犯错误之后犯下更大的错误，从在阿富汗的失败走向更大的失败。针对阿富汗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会上批评美国，指其撤军后的阿富汗局势是人道主义灾难。Это катастрофа, потому что, смотрите, если американцы вообще люди очень прагматичные, истратили на всю эту кампанию свыше $1,5 триллиона за эти годы, а результат какой? Нулевой. А если посмотреть на то количество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брошены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работали на коллективный Запад, на США и их союзников, то это и гуманитарная катастрофа. 普京表示，阿富汗的局势表明，西方所谓文明化其他民族的做法是错误的，其目的是以推行民主为借口控制其他国家，不能用暴力手段将民主强加于人。如果人民有需要，他们会自己选择民主。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你要把你的一套强加给他人的话，那就会遇到水土不服。在回答是否会承认塔利班政权的问题时，普京表示，塔利班目前几乎控制了阿富汗全境，我们应当从现实情况出发，但是要观察塔利班的各项声明是否能够落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地时间周五在国务院表示，将于周末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该国领导人会晤，感谢他们帮助美国从阿富汗撤离人员。
随后，布林肯将前往德国，和20余个与撤离或安置阿富汗人员工作有关的国家举行部长级会议，继续讨论阿富汗问题。布林肯称，新组建的阿富汗政府应该是一个包括非塔利班成员、代表不同阿富汗社区与利益的包容性政府。在谈到阿富汗的撤离工作和美国的难民支援计划时，布林肯表示，美国虽然完成了撤军任务，但仍然在与尚未离开阿富汗的美国公民保持联系。此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周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阿富汗组建新政府并做出行动后，美国将考虑有关向该国提供援助的问题。美方将对阿富汗新政府在保障公民安全离开、尊重人权等方面所做的行动进行评估。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此前已经冻结了阿富汗中央银行近95亿美元的资产。尽管有人道主义组织称此举会导致阿富汗经济崩溃，但拜登政府没有计划将这些资产解冻。他也想把这个人道主义援助呢作为一个杠杆来使用，来同塔利班进行这个讨价还价。比如说，美国目前在阿富汗还有一些人没撤走，还有一些曾经为美国服务的一些阿富汗人想离开阿富汗，这些呢，美国都需要塔利班的合作和帮助，才能够把这些人从阿富汗接出来。因此呢，他把这个人道主义这个作为一个手段，如果塔利班政府在这方面不合作，那么他就可以挥舞这个人道主义援助这个大棒，我就给你终止向塔利班施加压力。欧盟近日也在斯洛文尼亚召开外长和防长会议，讨论阿富汗局势发展。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指出，欧盟将在特定条件下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进行接触。For Afghanistan not to serve as a base for the export of terrorism to other countries. Second, the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in particular women's rights, the rule of law, and freedom of the media. 博雷利还表示，欧盟将在安全状况允许的前提下，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设立一个联合代表处，从而让欧盟成员国统一与塔利班接触。欧盟将寻求与阿富汗周边国家建立合作机制，从而共同应对非法移民潮和有组织犯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五则通过发言人宣布，他将前往日内瓦，在13号召集一次高级别部长级人道主义会议，以解决阿富汗日益增长的需求。古特雷斯在声明中表示，本次会议将倡导迅速增加资金，以便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行动能够继续，并呼吁充分和不受阻碍的人道主义准入，以确保阿富汗人继续获得他们需要的基本服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五表示，与阿富汗塔利班会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同一天，欧盟也表示会加强与塔利班的接触，甚至会在安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与喀布尔设立代表处。那么，在您看来，西方社会是准备承认塔利班政权了吗？这是个好问题，但我没有确切的答案。不过，我认为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已经有足够的台阶和动机去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先说台阶，在很多人的认识里，塔利班的上台是狠狠地在西方社会的脸上扇了一巴掌，标志着美国及其盟友过去20年反恐战争的彻底失败。这句话对也不对，对是因为欧美国家的确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对是因为塔利班和欧美干涉力量在阿富汗的尖锐对抗早就缓和下来了。2011年，美军和其他北约部队就开始撤离阿富汗。同年，塔利班派遣代表前往卡塔尔多哈，表示愿意与国际社会就阿富汗的和平问题进行会谈。2018年12月，塔利班与美国展开直接谈判。9轮会谈之后，2020年2月，塔利班与特朗普政府签署和平协议。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8月中所说，美方每天都通过政治和安全渠道与塔利班进行交谈。接着，我们再说动机。西方国家当前有着充分的需求去和阿塔政权保持联系与合作。第一，还是撤侨问题。拜登在撤离行动后指出，目前仍有约100到200名美国公民被遗留在阿富汗，但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表示，真实数字可能是上千甚至是上万人。无论是100人还是1万人，除非美国彻底抛弃他们，否则就必须要有求于塔利班去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并协调后续的撤离工作。第二，则是打捞沉没成本。
很多人认为，西方世界的阿富汗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既没有完成反恐的军事目标，也让过去20年的大量经济投入打了水漂。如果美国能和塔利班达成某种稳定的合作，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成功，某种意义上也会转变为美国的成功。过去20年在阿富汗的巨额投入也就不会变得毫无意义。事实上，就在9月1日，美军彻底撤出阿富汗不过2天，五角大楼就宣布考虑继续和塔利班合作，以打击伊斯兰国。好的，谢谢张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有意卸任，日本政坛及国际社会都大为震惊。继前政调会长岸田文雄和前总务相高市早苗表达参选自民党总裁意愿后，前外相河野太郎也表示有意参选，并得到菅义伟支持。谁的胜算更大？来看分析。日本首相菅义伟周六上午在东京都内的一家医院接受了健康检查。日媒援引其身边人士的话称，菅义伟只是利用机会体检，身体没有状况。2周前，他也曾前往医院。此前一天，菅义伟刚刚宣布无意连任自民党总裁。按照日本政治的惯例，首相一职由执政党的党首出任，这也就意味着菅义伟在本月30号卸任自民党总裁的同时，也将辞去日本首相一职。去年9月16号，菅义伟就任日本首相。此前，在作为内阁官房长官的约7年半的时间里，他一直支持时任首相安倍晋三，直到安倍因宿疾恶化宣布辞职，被钦点的他成功接班，成为日本第99任首相。对于菅义伟的弃选，安倍晋三表示感谢菅義偉在東京奧運會和新冠疫苗上取得的成功。菅総理、本当に立派に務めていただいたと私は思っています。私は私の後を引き継いでいただいた菅総理に感謝しています。被视为安倍接班人的菅义伟，近1年来的首相之路并不平坦。国内新冠疫情难获控制，疫苗接种推进缓慢。东京奥运会虽在艰难中成功举办，却未能有效提振菅义伟的支持率。加之其近期在重要场合频现失误，民调支持率也跌至25.8%的新低。而随着菅义伟的突然弃权，自民党也加紧选出一位新总裁，带领其出战众议院选举。自民党定于本月17号正式公告总裁选举，29号投票选出新总裁。此前，日本前外相岸田文雄就已正式表态称将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而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和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等都曾表示有意向或正在商讨参与竞选。据日本电视新闻网周六报道，菅义伟向周围人士透露了他支持河野太郎的意向。河野太郎在党内属于麻生系，去年就有意向参选总裁，但当时被麻生太郎劝退。有消息称，其今年参选也获得麻生的首肯。在菅义伟执政期间，河野太郎是内阁中最突出的成员之一。他先后担任过外交和国防部长，目前负责监督全国疫苗接种工作。而其在日本年轻选民中也颇受欢迎，在社交平台上就有230万粉丝。菅义伟呢，之所以要推举河野太郎当选为呢自民党总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可能是由于呢菅义伟比较赏识呢河野太郎他干练的作风，因为毕竟呢河野太郎虽然年轻，但是他已经当了3任大臣，如果算这个疫苗大臣的话，那应该是4任大臣，这个所以呢他觉得呢这个人呢，第一比较干练，第二呢他比较强硬。日本前外相岸田文雄则颇受媒体青睐，被视为自民党新总裁的有力竞争者。周五在菅义伟宣布弃选前，岸田接受美媒彭博社采访时，高调宣扬日本位于中美对抗的最前线，还主动渲染台湾将成为下一个巨大课题。在当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就敦促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尤其应谨言慎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人民负有历史罪责，尤其应当谨言慎行。我们希望日方的有关人士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此外，日经亚洲还爆料，岸田文雄在接受采访时声称，对中国在外交和经济方面的侵略行为深感震惊。报道称，对付中国将成为岸田文雄的首要任务。岸田还提到，将会以经济为重点，以保护日本的地缘政治利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所谓防卫方面，岸田打算主动出击，强调日本需要获得打击敌方导弹基地的能力，以防止被攻击。观察指，岸田文雄这一系列言论显然有向美输诚以博取支持的意图。就在周五，白宫发言人提到，美国总统拜登感谢菅义伟首相在我们应对印太地区和世界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时的领导及伙伴关系。而这个所谓的共同挑战，就包括了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朝鲜、中国以及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分析认为，这也是美国对菅义伟继任者开出的条件。他这次呢要竞选首相，就得给选民、给自民党高层以一个自己比较强悍、比较硬朗、敢于和中国斗争的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呢，他才提出呢说呢，这个日本呢作为中美斗争的这样一个最前线，台湾呢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这第一方面呢是说给美国人听，我当了首相，那我肯定呢要重视台湾问题，和你美国呢协调步骤，你美国呢要支持我当首相。第二个方面呢是对日本右翼选民来说的。希望呢能得到他们的支持。潜在候选人还有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他周五称菅义伟不参选是一个全新的发展，他将与同僚协商，在适当的时候得出结论。石破茂和河野太郎在去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都曾是菅义伟的手下败将。不过，悉日本新闻的最新民调显示，在谁应该成为新的首相的投票中，石破茂以308票居第1位，排名第2的是河野太郎，第3是岸田文雄。对于菅义伟放弃参选，55%的民众认为很妥当。石破茂呢，历来在自民党的地方支部当中的支持率就非常高。但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呢，既不取决于日本民众，也不取决于呢普通的党员，而是呢取决于日本的国会议员，也就是呢自民党的高层。再加上呢地方支部，那石破茂尽管呢他的民意声望非常高，但是呢自民党议员并不太得意他，并不太对他呢满意，所以呢他的选票最终呢并不一定能够超过岸田文雄或者是河野太郎。此外，日本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此前也曾表示对选举跃跃欲试。有消息指出，由于暂时没有明确领先者，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安倍在自民党2个最大派阀和保守派议员中具有影响力。据日本东京广播公司报道，原本力挺菅义伟的安倍，随着对方退出选战，改为支持高市早苗。高市在安倍担任首相期间，曾任自民党政调会长及内阁的总务大臣等要职。安倍跟高市同任自民党内保守派团体保守团结之会顾问，两人的政治理念相近。有关首相易主对于中日关系的影响，有观察认为，日本政界和社会舆论整体对华态度不乐观，导致日本当前对华政策的消极面非常突出。无论谁出任新一届自民党总裁或日本首相，对华政策虽有变数，但整体影响不大。亚太地区或者印太地区这样一个基本的格局，日本不可能选边站站到中国这个方面，它一定呢和美国紧紧的绑定在这一个方面。那就是说呢，也就是说，他究竟这个首相和美国绑定的程度是非常紧密呢，还是呢有所疏离或者不太紧密？那这决定了呢。对中国的政策和对中国的关系，但就目前来看，日本自民党的这几个候选人谁当选都不太可能对中日关系有大的调整，有大的改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日本首相兼执政自民党总裁菅义伟突然宣布不会参选下任党总裁，那么您认为导致菅义伟放弃连任计划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我注意到，几乎所有评论都认为，迫使菅义伟放弃连任计划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防御抗疫不力，导致支持率跌到了3成以下。那么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我认为防御抗疫不力只是菅义伟放弃追求连任的间接原因，自民党内的密室政治与派系政治斗争，才是导致菅义伟打退堂鼓真正的根本性的原因。大家可以看到，日本社会对于菅义伟防御抗疫不力的批评，并不是始于今日，而是这几个月以来一直就存在。然而就在几天前，菅义伟还雄心勃勃地宣布，自己一定会参加自民党总裁的选举。
为了让自己赢得连任，他甚至准备要对自民党高层以及内阁高层启动大规模的改革与重组计划，同时还准备寻求在9月中旬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这些都说明菅义伟是有着强烈的留任企图的。同时，菅义伟个人的名望走低，也不一定意味着他不能够连任日本首相，因为日本实行的是内阁制，在这种制度下，只要自民党赢得日本众议院的多数席位，自民党党魁就可以成为日本当然的首相。而从当前的选情来看，虽然菅义伟个人的名望在走低，但自民党赢得众议院选举的机会还是非常高的。只要菅义伟能够赢得自民党总裁的选举，他就极有可能会顺理成章地成为日本的下一任首相。那么基于这个理由，我认为阻碍菅义伟连任的直接因素其实是来自于自民党党内，他遭遇到了自民党党内派系政治的阻挠，或者说是被几大派系以菅义伟防御抗议不利，会拖累自民党的众议院选情为由，暗中联手给做掉了。这一点呢，我们从菅义伟准备改组自民党高层，却遭到了党内派系的强烈反弹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也就是说，在自民党内派系色彩不强的菅义伟，其政治前途最终死于了自民党内复杂的派系政治与密室政治。那您认为菅义伟放弃竞选连任，又将会对接下来的中日关系，尤其是台海局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我个人认为，菅义伟放弃竞选连任，不会对中日关系造成实质性与方向性的影响。中日关系将会按照现在的惯性继续往前行进。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首先影响甚至是决定中日关系的国际大环境并没有发生改变。这个大环境指的就是拜登政府拉拢盟友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对抗的战略态势。只要美国不在中美关系上改弦更张，中日关系就基本上没有转圜的空间。因为在对华关系上，日本基本上都是跟在美国后面一步一趋。那么其次，这些年以来，经过日本右翼政客的刻意操弄，日本国内的反华民意仍然在持续升高过程当中。作为任何一个首相，他都不可能违背这股被操弄的民意。那么还有就是，虽然菅义伟不再担任日本首相了，但是在当前的政治情势下，日本自民党的执政地位仍然无法撼动，而自民党的对华政策与台海政策基调是越来越趋向于强硬的。这也就意味着，未来任何一个新当选的自民党总裁都将维持这一基调。尤其是在当前的自民党党内，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影响力仍然挥之不去，而安倍晋三则是日本右翼政客中的带头人。菅义伟近来在中日关系与台海问题上采取的强硬路线，其实就是继承了安倍的做法。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安倍与菅义伟退出自民党总裁与日本首相职位之后，当前在自民党内有意角逐这一职位的人，包括河野太郎、安田文雄在内，他们的民意支持率其实都是不相上下。这个也就意味着，在安倍之后，日本政坛又将进入一个缺乏强而有力的魅力型领导的状态，而这实际上是既不利于自民党的团结，也不利于日本政局的稳定的。或许日本政局又将因此而陷入到不停的走马灯似的换首相的弱势政府状态，而一个弱势政府又往往会通过对外挑起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方式，来对内调动其民族主义情绪，以巩固自己的执政权。因此，不排除菅义伟的继任者会在中日关系与台海局势上进一步剑走偏锋，激化局势，这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警惕的。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举唯一一场电视辩论会周六登场，朱立伦、江启臣、张亚中、卓博源4位候选人同台交锋，聚焦两岸关系以及2022、2024年选战布局等议题。4人步调一致，重申九二共识，但具体表述又有不小差距。
随着岛内疫情缓解，中国国民党重启党主席选举程序，本月25号将正式投票。由现任党主席江启臣、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前彰化县长卓博源、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角逐。唯一一场电视政见会于周六下午登场，分为发表政见、媒体提问、候选人交叉诘问以及结论等4个阶段。在政见发表环节，按照顺序，现任党主席江启臣第一个发言，并在一开始就阐述了自己的两岸政策。我们要走对路，我们要让两岸关系回到正轨，以原汁原味的9·2共识为基础。两岸虽然有制度差异，但是有深远的历史文化血缘连结，都是中华民族。两岸应该以此为基础，共建和平、互利、互补、双赢的荣景。随后，江启臣主打政绩牌，并明确表明不参选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将集中精力带领国民党赢得2024。启臣有自信能够打败腐败无能、压霸的民进党，绝不怯战，我们绝不能自我放弃。不过，江启臣也被外界批评在发表政见时全程读稿。江前主席、朱前主席。台湾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第二个发言，不知是有意还是口误，张亚中2次将江启臣称为江前主席。张亚中指出，他当党主席有3大使命：救党、救台、救两岸，进而实现国民党的自救。张亚中还表示，他若当选，将向社会募集3亿新台币，成立正义基金及打鬼基金，在党主席底下成立伸张正义部，揭发民进党恶行的任何行为，打击任何蔡当局不法行为，绝不宽待。第一，扫除李登辉在党内的政治余毒。各位朋友，这30年来，中国国民党不幸的有了李登辉这个党主席。李登辉与民进党以党回党，在身份认同上，我会大声的说出，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一上来将矛头直指民进党政府。面对疫情，我们每一位都很闷。大家看到这么烂的民进党，这么恶质的民进党，欺负所有台湾人，大家都很闷，大家都很火大。可是我们走到基层，你最常听到的是，大家会讲：你们国民党在干什么？你们国民党为什么那么弱？国民党为什么那么软？为什么不能强一点、硬一点，代表民众对抗民进党？对于2016年的换柱风波，朱立伦表示对不起柱姐洪秀柱，愿意承担骂名。2020年，他立刻宣布支持韩国瑜，不管任何变化不抱怨，他也承担败选责任。在两岸关系上，朱立伦认为国民党要扮演稳定和平的力量，强调国民党就是正蓝，绝对不能是小绿。两岸关系重中之重，先让国民党强，然后我们让两岸从社会力来交流，民间的力量的交流，两岸交流平台的恢复，让我们两岸能够更和平。而前彰化县长卓博远最后一个发言，他重点批评民进党当局，尤其是在应对疫情不作为。他形容在蔡当局执政下，台湾民不聊生。那2008年到2016年是两岸和平稳定发展，但是政党轮替以后，民进党改变了海峡两岸的现状，他废弃了9·2共识，他取而代之的就是以毒养贪，祸害台湾，让我们台湾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外界注意到，如何获得军公教的支持，也成为候选人的统一目标。各方巩固军系票源的较劲意味浓厚。周五，也就是辩论的前一天，恰逢岛内军人节，朱立伦、江启臣分别在台北及桃园参加相关纪念活动。据了解，全台退休军公教约51万人，加上在职人员近64万，合计约115万人。这群超过100万的军公教大军，一直被誉为社会的稳定力量。而周五当天，张亚中则公布了103岁许立农支持的亲笔信，号召100万将士救党、救台、救两岸。许立农是目前岛内军系里最资深的退役上将，因不满李登辉台独倾向，许立农公开予以反对，并因此不得不宣布脱离已有54年党龄的中国国民党。